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整理了观众的第9个问题。他们问到说，哎，我肩膀疼了好几年，会不会长出骨刺或者变成关节炎？这个担心啊也很有道理。长期的这个肩关节问题得不到改善啊，确实可能拒发这种其他的改变。它的路径就是发展那个路程就是肩袖损伤，导致这个肩关节不稳，肩关节不稳，它就肱骨头距肩缝就会撞击，就叫易穿撞击。撞击的时间越来越长，就会形成继发性的骨刺形成，就骨质增生。然后骨质增生呢，进一步就会加剧这个关节的磨损，尤其是软骨的磨损，就继发成我们俗称的骨关节炎，也叫肩袖关节病。这个主要一个时间段就是个早期啊，已经有疼痛无力，但是结构基本还比较好。中期就是肌腱撕裂不断的扩大，开始的肩关节就不稳定了。到了晚期就是软骨开始磨损，骨关节也形成了。但是这个好消息就是这个过程啊，它比较缓慢，它可能需要好几年的过程，才能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及时干预，就完全就可以不让它发生在晚期，在早期就阻断这个进程的链条。所以建议定期啊就要评估一下，一般就是每半年吧，评估一下这个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呢、功能变化了，这样的话就事半功倍了。那进入到我们第10个问题哈，有一些观众朋友问到了说，什么情况下我的肩膀疼，必须要马上看医生，不能再拖了？也是有几个这个七大的几个红色警报哈。出现这个任何一条就立马就医吧。就是外伤，第一个就是外伤，摔倒或者车祸撞击，肩盘剧痛，畸形，完全呢不能动。第二个就是夜间突然疼醒了，休息时也疼，疼到无法就睡眠，吃一些止痛药也无效。然后几天内突然我这个功能丧失了，我做不了日常的一些生活了，比方是头过顶了，摸不到后背了，不能梳头了，还有就出现一些神经症状，就是手臂和手指这个麻木、过电感了、无力，还有就是局部的一个表现，就是肩关节的一个肩膀的一个红肿、热痛，皮肤发烫，温度升高，全身就是发烧，盗汗，这个无力。如果这个疼痛超过1个月，这种症状超过1个月，休息后也没有什么改善，建议就及时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啦或者治疗。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以上的耐心解答哈。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对疼痛的感知可能越迟钝。有时候不疼但无力，或者说不疼但活动受限，反而是更危险的信号。定期关注肩关节功能变化，比单纯关注疼痛更重要。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请您从生活方式和预防的角度，给我们电视机前不同年龄段，包括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观众朋友们，一些具体的可以立刻执行起来的建议，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宝贵的肩关节。好的。我一直坚信这个预防永远是性价比最高的治疗。呵护肩关节应该融入我们的日常一个生活轨迹。第一个就是营养为基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均衡饮食，保证这个优质蛋白，还有一些抗炎食物，还有益于骨骼健康的一些营养素的摄入。同时要维持健康的体重。肥胖给全身关节包括肩关节带来的负担也是比较重的。第二个就是姿势为本，就是避免这种长期的，包括这个圆肩、探头、乌龟颈这些不良的姿势。无论是办公或者看手机、做家务，都有意识的要提醒自己，对吧？挺起胸膛，肩膀下沉，
下巴微收，而维持良好这个姿势的基础，就是拥有这个健康的这个核心，是拥有这个前段的这个核心肌群啊，就是腹肌啦、腰部啊、背部这个深部肌的一个有效动作。然后就是科学运动就涉及到因人而异了。对于这个办公族和学生养成一个定时起身活动的这个习惯，每做这个4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就站起来活动5分钟，就是刚才做咱们肩关节的后缩，颈部的侧方拉伸一些动作。非常感谢刘主任刚才的耐心解答。在这里呢，特别要提醒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年龄越大，对疼痛的感知可能越迟钝。有时候呀，不疼但无力，或者说不疼但活动受限，反而是更危险的信号。定期关注肩关节功能变化，比单纯关注疼痛更重要。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想请您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预防的角度，给我们电视机前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观众朋友们一些具体的，或者说可以立刻执行起来的建议，帮助我们更好的呵护我们宝贵的肩关节。好的，我一直坚信预防永远是性价比最高的治疗。呵护肩关节应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营养为基，坚持这个均衡饮食。第二个就是姿势为本，避免这种长期的不良姿势。尤其对于中老年人选择一些冲击力小的全身运动，太极啦、游泳。第4点就是管理好这个基础疾病，控制一些糖尿病啦、甲状腺疾病啦这些。因为这些代谢性疾病已经被证实是增加这个肩部疾病发生风险的重要因素。今天和刘医生的这场深度的对话，我们完成了一次从普遍认知误区到科学防治观念的系统梳理。我们不仅厘清了冻结肩和肩袖损伤的根本区别，以及咱们中老年人需要警惕的那些不典型的隐匿信号，营养支持和日常预防的重要性也贯穿始终。让我们最后再回顾一下今天最核心的信息。肩痛原因多，诊断需精准，警惕隐匿信号，尤其关注无力感与活动受限。治疗康复需科学，非手术方法，系统全面。营养是基础，预防是关键。出现警报信号，务必及时就医。再次感谢刘志鹏医生带来的如此权威、详尽又贴近咱们老百姓生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学习科学知识，守护您和家人的长久安康。我们下期再见。